白鹿自曝病情后首次露面，那一抹笑容竟让粉丝心疼到落泪。她的全新造型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真相，不是重返，而是重生。10月的杭州，桂花的香气混着潮湿的空气，弥漫在街头巷尾。那天的阳光不刺眼，却足够温柔。当白鹿走进活动现场的那一刻，闪光灯几乎照亮了整个大厅。她扎着高高的粉色马尾，穿着简洁却不失优雅的黑色礼服。她笑着打招呼，镜头前的她一如既往的温柔，但那笑容里藏着某种说不出的心疼。这是她公开病情后的首次亮相。她用笑容迎接世界，也用笑容掩盖了漫长的疼痛。她走到签名墙前，停顿了一下，轻轻抚过那张海报。那一刻，她眼神里闪过短暂的湿润，却又被灯光吞没。没有人知道，在那张平静的脸后，是几个月的煎熬、崩溃与自我拯救。那天，她的出现不是复出，而是重生，一个叛逆的开始。当有人问她为什么突然染了粉发时，白鹿笑着回答：“可能是30岁后的叛逆期吧。”这句话轻轻一说，却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她心底封存已久的门。她不再只是那个古装女神乖乖女，她想要真实的存在，哪怕这个真实不完美。她回忆那天坐在理发店，看着染发剂一点点浸透发梢时，突然有种重启人生的感觉。过去几年，她活在别人的期待里，温柔知性不出错。她被困在角色的光环里，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。她说：“我想活得像我自己，而不是像别人眼里的我。”这一次，她选择叛逆，其实是选择诚实。出道以来，白鹿几乎都保持着黑发形象。那时的她温柔又安静，就像定格在画框里的一张照片。她努力塑造角色，却一点点失去了自己。在一场采访中，她坦言，那时候的我连哭都得顾及角度。她的笑是工作的一部分，她的温柔是人设的延伸。每一场拍摄，她都小心到极致，为一个细节重复20遍，忍受高温、失眠、疼痛。她说：“我好像在演戏，也好像在演我自己。”直到身体用疼痛提醒她，停下来吧。那是命运给她的第一个信号。那是7月的一个早晨，她醒来时头痛欲裂，痛得几乎无法睁眼。疼痛从头顶延伸到颈部，再蔓延到肩膀。她以为只是疲劳，可几天后，连走路都开始头晕。她试着强撑，喝咖啡，贴止痛贴，继续工作。但身体再一次警告，你不能再这样了。到8月，她体重降到43公斤，镜子里的自己瘦得让人心惊。她说：“我笑的时候都觉得脸在疼。”助理劝她去医院，她摇头：“再等等，我还有通告。”医生摇头：“需要进一步检查。”那句模糊的诊断成了她噩梦的开始。她在微博写下：“也许每一次疼痛都是身体在替灵魂哭泣。”那段时间，她仍坚持拍摄古装剧。烈日下穿着厚重戏服，连续拍摄10几个小时。有一次，她蹲在地上，忍不住抱着腰。工作人员上前，她强装微笑：“没事，拍完这一条就好。”夜里，她痛得蜷缩成一团，却依然不肯停工。她说：“我怕影响大家，也怕自己被替换。”镜头前的她一如既往的完美，镜头后的她却几乎撑不住。她靠止痛药度日，每一次微笑都像是与身体的较量。她在日记里写道：“我不是怕疼，我怕停下后再也起不来。”那一页日记被她小心地夹在剧本里，像是一份秘密的遗言。8月底，她终于停下所有工作。针灸、药物、理疗，每天都像是一场新的战斗。医生说，我们还没找到确切原因。那一刻，她的世界彻底塌了。她开始害怕入睡，害怕醒来又面对新一轮的疼痛。一次治疗结束后，她在走廊里靠着墙坐了很久，直到天亮。可就在最低谷时，她忽然对助理说：“如果我能好起来，我要谢谢这些痛。”那句话不是玩笑，是一种顿悟。因为在最深的黑暗里，她第一次看到自己。
那是他的重启按钮。身体的恢复，灵魂的觉醒。9月，他的病情终于好转。医生说，你需要的不只是治疗，还有释放。他开始跑步，感受心跳的节奏，开始冥想，让思绪放空。他重新学会吃饭、笑、睡觉。他发现生活不止工作，还有风、阳光和朋友的陪伴。他第一次自己去旅行，去了海边。海风吹乱他的头发，他大笑着对着镜头说，我活着，真好。那一刻，他不再是明星，只是一个努力康复的普通人。他终于明白，健康是最大的自由。他决定染粉色头发，不是为了吸睛，而是象征重启。他笑着看镜子里的自己，黑发是过去的我，粉色是现在的我。他的造型师问他，确定吗？这颜色太跳了。他点头，我就要让自己记住，我活过。粉发让他焕然一新，也让人看到一种不惧目光的勇气。他说，我不想再隐藏，我要让世界看到最真实的我。那抹粉色不只是颜色，而是一种宣言。我不再取悦谁，我要取悦自己。重返舞台，杭州的活动现场，他以全新造型出现，粉发、黑礼服、微笑，一切都恰到好处。观众一片安静，随后爆发掌声。有人大喊，白鹿，你变了。他微笑回答，对，我终于变成我想要的样子。那一刻，镜头记录下无数双泛红的眼睛。他说，这不是回归，而是我重新开始的第一天。活动结束后，他在后台脱下高跟鞋，默默看着掌心上那道旧疤。那是病痛留下的印记，也是一种力量的象征。他轻声对自己说，我做到了。他的叛逆其实是觉醒。他的叛逆不是冲动，而是觉醒。他学会拒绝，不再迎合。他说，我不再强迫自己一直完美。他不再追求人设，而是拥抱不完美的自己。他在一次直播中说，以前我演角色，现在我想演我自己的人生。那一夜，直播弹幕全是谢谢你教会我勇气。他微笑着回复，其实我也还在学，只是想一起成长。叛逆是他找回自我的方式，觉醒是他送给自己的礼物。来自粉丝的力量。他病中的消息传出后，粉丝留言如潮。你让我看到什么是坚持。你还笑着，我也要学会笑。他一个个读着，泪流满面。他说，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他曾在深夜偷偷回复一位粉丝，谢谢你们的陪伴，让我不再害怕。那位粉丝回复，谢谢你活得那么真，让我也敢面对痛。这场双向的救赎成了他生命中最温暖的力量。重生之后的他，现在的他不仅仅是演员，他开始学习心理学、冥想，写下每天的感悟。他重新审视成功的定义。他不再为了外界的掌声拼命，而是学会为自己鼓掌。他参加公益活动，探访病童。他对孩子说，不怕疼，因为疼会过去。他笑容更自然，眼神更笃定。他说，人生没有完美的剧本，但每一场经历都是必修课。他终于成为了自己人生的主角。他想说的话。在活动结束后，他面对媒体，笑着说，我从一个不懂拒绝的人，变成了一个懂得爱自己的人。这句话被无数人转发、点赞，因为每个人都在他身上看见了自己。他在台下对工作人员说，谢谢你们没有放弃我。那一夜，他回到酒店，靠在窗边，看着城市的灯光，轻声说，原来活着就是最好的奇迹。他用经历告诉大家，你可以被打碎，但也可以重新拼回最亮的自己。致每一个在黑暗中努力的人。白鹿的故事不只是关于一个女演员的康复，更是无数个在生活里努力呼吸的普通人。它让我们明白，就算命运让你疼到无力，也别忘了抬头看看光。生活或许不完美，但每一次跌倒都在铺路通向更坚强的你。感谢你读到这里。如果你也被白鹿的故事打动，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受。你是否也经历过难熬的时刻？你又是怎样重新出发的？
请在下方留言，让我们一起分享那份不屈与温柔。点个赞，留下评论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份真实的勇气与微笑。我们一起成为那个即使疼也要笑着生活的人。